Hello，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到2023年的2月5号的晚上，星期天晚上的直播啊直播啊。今天晚上呢准备了好多的东西给大家，大家叫多点朋友来也要留到最后，因为我今天一口气会讲好多个跟AI 有关系的股票感兴趣吗？或者你觉得AI 最有潜力的一个股票是哪一个呢？都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个言我们集思广益，好不好？那一开始呢，我们事不宜迟因为今天晚上准备的那个内容很多很多叫多点朋友来我们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讲讲整体的不同的股票市场因为很多的网友呢也对那个也感兴趣不过没有讲股票之前，今天晚上还是元宵节，对吧？大家元宵节都来这里看我的直播参与我的直播所以呢，元宵节快乐这4张图都是 AI 制作的因为今天晚上的主题是 AI，那这个 AI 呢的软件呢，我是用了一个字几个字了就是 Rabbit Moon 它就能在短短的不到1分钟之内这个做了这4个照片给我，而且根据我的一个意见还可以马上及时做修改所以我觉得很厉害今天晚上作为元宵节，也是兔年送给大家4张图，元宵节快乐那好，事不宜迟呢，我们首先看一个网友的问题最近大家都对美股感兴趣了，对牛市感兴趣了现在股票好像是不错其实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股票图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股票图，其实这张图已经陪伴了大家一段时间了，对不对虽然我有 update我有更新那应该是1个月前我在 YouTube 的视频里面已经讲过今年基本的因素开始改变了所以呢，我是在3到4个星期前及时的在 YouTube 呢已经是分享了，我觉得去年我是看到有很多的利空的消息会发生，那今年呢这些已经在改变了，对吧？世界上的事情瞬息万变瞬息万变就是经常会改变的所以呢，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已经做出了一个改变了，这个改观了那上个星期的直播呢，我也讲过，美股已经是超越了那个下降轨道的顶部所以后面是那个趋势是看好的所以其实已经是事先已经给大家这个我的看法了当然我的看法我的观点只是我的观点这个整个股票市场不会因为我的观点而走的所以大家只是做一个参考好吧。那现在呢我们看到果然在过去的5天呢，美股又涨了不少我还记得我们在星期五晚上的 GMT 的时候，我已经告诉大家了美股的 RSI 已经到了69点几了，对吧？要调整了结果真的是星期五晚上，这个还上了一下上了一下，就是那个 RSI 应该是碰到了70了碰到70之后真的是调整了所以呢，美股现在正处在短期超买之后的一个调整但整体来说呢，它的整个形势这个趋势已经是摆脱了之前的下降轨道的那个不太看好下降轨道的那个趋势了 OK， 所以现在整个是已经改变了。当然，股票市场不会一路向上不会波动的一定会波动的，就不会一路向上不波动而向上的。所以呢，短期内我觉得会有一个波动是一个超买之后的调整这是我的看法那如果我们用另外一张图来看的话呢，这个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好神奇美股刚刚到了它的那个黄金比例0.236的时候刚刚碰到就下来了是不是有时候不能不说好像很神奇，对不对？美股就是刚刚碰到那条线就下来了
所以呢，之前我也给大家讲过画过这条线除了 RSI 之外，还有下降轨道的顶之外，第三个那个阻力位就大约是一个横的线当然这条横的线会改变的就是因为时间的不同会改变的，对吧？如果我们用黄金比例来换这条线的话，那之前的那些每一天的新的数据都会使到这一个0.236的位置会改变，所以大家就不要记得多少指数到多少就改变了，因为这个是黄金比例是 dynamic 是动态的。结果呢，那个美股一涨到那里，就下来了那当然背后有道理的背后的道理就是我们潜意识的市场的参与者整体的集体的一个潜意识 collective perception 对吧？collective perception 大家可以帮我留言区写一下中文我们可以打在荧幕上 ，OK。所以呢，collective perception 到了那里，觉得要调整要贵了，我们先take profit 啦，离场啦，所以呢，到了那里是一个强力的阻力位，就有个调整的所以现在美股正处在这一个情况，OK。那好了，我们再看一下港股港股我去年11月份就开始说了这个牛一到了而且呢这一次因为之前的跌了太久了，也是跌了太长时间了，所以这次反弹的力是很长的很大的，所以呢它也超买了好多时间，超买了2次，而且第二次的超买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超买那我就都觉得要时候缓一缓了，对不对香港人叫淘淘嘿要休息一下，喘喘气了所以呢，真的是最近开始是跌下来了跌下来了 ，OK。但是呢，最近看的话除了 RSI 跌下来的话，我们用多一点那个信号的话，MACD 另外一个技术指标也开始调整下来了所以港股也是作为一个中长休息喘一喘气，好吧 ？OK。那这里有没有其他地方的同学在有的话也可以打一下，你们还感兴趣看什么？因为我是准备了几个其他市场的那个图片当然呢，如果太多的没有同学在这里代表那个地方的话，那我们就快点 skip 了OK，A 股，那我们 A 股也看一下一会儿看一下 A 股，除了 A 股之外还有什么看呢？我们看一下好，台湾股票，台湾好像没有人感兴趣是吧？那我们看一下 A 股，没有 A 股OK，A 股的话没画之前没画那我们来看一下台股，台股呢，现在正好是两个这个信号是对立的信号都有台股两个对立的信号都有那就要看你是哪一种投资者了如果你是想捞底的逆向投资者的话，我觉得看 RSI 多一点所以呢现在已经是有点超买了，涨了不少了如果是你是个趋势投资者这个也趁着这个趋势的话，那现在的台股是正好超越了250天的移动平均线。所以整体的这个股票市场也是到了一个所谓的使到更多人放心的可以回来的一个地方了所以我现在觉得，当然我觉得两个信号正好是对冲的时候两个都有可能那我个人觉得我是喜欢做有很大把握的这个机会的概率是80%以上的准确度的。那现在是50-50的话，我个人觉得是观望我个人会观望当然大家自己做决定了但是我个人在一个没有明确的方向的时候，在现在台股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那个方向，好吧？那马股呢，我们看一下马股比较弱那当然之前也解释过也解释了好多次了马来西亚因为自己本身的基本因素啦，国家的一个状况啦，还有马来西亚在新的这个局势里面整体的那个外汇等等等等的考虑的因素都不是太好，都一直在我们有很多的马来西亚的同学在我们的 GMT 里面，我们一直有说不太好，不太好，不太好那
说了3年了，说了3年了，我们看回，真的不太好啊，OK，啊，那好了，有没有新加坡同学在啊？OK，新加坡，哦，真的有啊，新加坡呢，我觉得是蛮强的，相对啊，你看是不是在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一看的话，新加坡是蛮强的，OK，但是呢，调过来说啊，新加坡我觉得现在不便宜，不便宜啊，就是已经涨了好多好多了，不便宜。所以呢，在短期内呀有一个调整啊，它这个趋势啊，这个黄金交叉啦，250天啦，已经过了好久好久了，所以那个力度已经是这个放弱了啊，减弱了，但是现在有一个那个超买的信号啊，RSI 有点超买，所以我觉得已经开始做这个调整了，好吧？美股的科技股，我觉得可以考虑这个S&P 500我的 NASA 就没有在画啊，我个人觉得也是跟S&P 500差不多啊，现在是个调整期啊，尤其呢。我个人觉得啊，Meta 的那个业绩报告也，我个人觉得不太好了，市场觉得还可以，我觉得不太好，Google 也觉得不太好，Apple 也觉得不太好，整体来说，我觉得都是，当然现在整个市场是比较乐观的啊，但是我觉得是整个经济来说，科技来说都不太好，大家小心一点，好吧？OK，港股刚才讲过了啊，OK，好，那个讲过了，我们就开始了，OK，还有一个啊，最新的新闻啊，大家要小心的就是，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有可能会再度紧张啊，再度紧张，那这个当然会影响这个香港的股票，也会影响 A 股啊，刚才有人问 A 股对吧？也会影响到美股，美股当然影响的少一点，但是会影响可能会啊。那就要看美国和中国有没有进一步的下一步的那个这个制裁啦、对抗啦等等的那个行为啊。那当然，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最近啊有一个有一个月亮有一个气球了到了美国的上空。这个气球呢是来自中国的啊，那美国呢新闻呢普遍就是说这是一个中国派去的监视的一个 spy balloon 啊，这个做间谍的一个气象球啊。那中国说呢是只是做一个民用的这个测量天气的气象球啊，所以第一个好多的。也经过了美国的新闻的一个报道当然报道是可以影响人民的情绪的那好多的美国人对中国不满拜登也趁着这个机会把他打下来，做一个美国的民族英雄那这样的话，中国当然也是会强烈的抗议，对吧？所以之前布利肯布林肯布林肯本来是要去中国的，现在取消掉了。所以两方面都有搞得不太开心所以这个会不会影响到股票市场？我觉得是特别是现在的股票已经涨了一段时间之后有可能了只是要借个理由来调整一下所以大家要小心这一点，好吧？OK，那好了，我们再看一下有一个网友就问了最近的 ChatGPT 啦，人工智能啦，OpenAI 啦，等等等等所以我们马上也是知道大家很关心这一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人工智能所以今天给大家讲的不光是讲这个 ChatGPT，ChatGPT 当然是一个突然之间引起大家的这个注意人工智能的最新的一个产品那给大家科普一下，ChatGPT 呢是 OpenAI 推出的一个用 AI 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聊天机器人。你问他什么，或者你要他做点什么事情他是可以回答你的他是文字方面的回答你的，OK，所以为什么使到人家很多人马上开始震撼的开始注意 AI 呢？因为它在短短的一个月内，用户人数超过了1个亿所以要比以前的 TikTok、以前的 Netflix、以前的好多好多其他的那些所谓的很火爆的 Killer App Killer App 就是颠覆
我们生活的那些应用程式到1亿人人数的这个时间点要快很多啊，而且呢，他们真的是回答的问题啊很有智慧啊，很有智慧啊，我们在香港用不到啊，中国大陆啊、香港用不到，好像台湾也用不到，对不对？我不知道啊，台湾同学能不能用到啊？所以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分享一下，你那里用不用得到 Chat GPT？OK？那这个当然是其中一个啊，但是呢，我给大家看到刚才用的那个画图啊，其他的都有其他的程式。那所以一会儿我给大家讲一讲不同的应用 AI 的东西，OK？所以今天晚上我给大家讲的，大家就不要光记着 ChatGPT，虽然 ChatGPT 是最近很火，使到大家都关注 AI，我觉得整体的 AI 人工智能整体的 AI 会对人类带来更大的影响所以今天所讲的人工智能不光是 ChatGPT，而是整体的人工智能。大家 OK 明白吗？听得明白请 OIC OK 所以呢，我觉得AI 我叫这个叫 AI 的时代我觉得2023年是 AI 普遍化、商业化的一个开始。OK，AI 时代的出现当然这个时间点会越来越短就是我们刚才也看到 ChatGPT 1个亿的人数只是1个月就达到了，所以我们的时代是越转越快的那这个出现呢，会带来很多很多很多的十倍股，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的把握这一个机会因为这个机会很难得，过了这个之后，我们不知道又要等多久了，好吧？那好多人就说，哎呀，七爸爸，我们之前拍了好几个十倍股的视频，对吧？有些人留言说十倍股可能吗？能找到吗？对不对？好像十倍股很难找到不如我们来做个练习，好不好？我们集思广益做个练习当然，这个练习的目的是要给大家看到，其实每一个年代的出现都会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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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10倍或以上的股票出现所以我们来花点时间来集思广益，好不好？那当然了，我在这里做直播我就这个有点优势所以第一个，我们先讲讲个人电脑 PC 时代的出现，有哪些公司涨了超过10倍我们看看有没有一些资深的、年纪比较这个大一点的记得当然，我第一个讲就是 Intel，Intel 涨了好几百倍，对吧？第二个我讲的是 Microsoft，大家还能想到什么？你包括 Intel、Microsoft 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好吧？我们在那个荧幕上面可以弹出来做一个记录PC 年代，你能想到有哪几个曾经涨过10倍也可以，好吧？曾经涨过10倍也可以Microsoft 感谢JBL 这个音响对吧？喇叭 speaker 的 JBL AMD very good。Intel 除了 Intel 之外，还有 AMD，虽然只是做了老二，也有好多倍的增长其实Apple 在第一轮的时候也涨了好多真的 Apple 所以呢好多好多其实还有好多了 Western Digital 啦 IBM 啦Cisco 其实是后来的NVIDIA 还没有了，NVIDIA 是后期的OK 但是 NVIDIA 也涨了好多，但是后期的 OK。NVIDIA 在 PC 年代的时候还没有出现了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Dell Computer 啦 HP 啦 Compaq 啦还有好多的 Intuit 啦 Adobe 啦是不是我来不及写大家可以帮我写一下Nokia OK Nokia 其实是下一个年代了移动通讯的年代了 OK 好。第二个年代我们又来了这个雅虎我说了这个互联网年代出来的10倍或以上的股票，我们来写一下好不好我刚才讲过了雅虎对不对？还有什么？当年其实好多好多的科网股的时候多了不得了哇 FB Facebook 在后面了都可以说是互联网 Asus 是PC 年代 OK还有 Dell 还有那互联网年代我第一个想到 AOL， 有没有人在这里 AOL 是这个互联网的大长辈了有了 AOL 之后，当然还有雅虎，还有 Netscape 还有好多好多的什么 Alta Vista Double Click 我那个年代的Double Click 好多好多，对不对？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
每一个年代出来，现在我们都已经忘记了好多公司了，但是每一个年代出来都Google 啦，对啊，Google 是绝对是的啊。都有好多好多涨了好多倍好多倍的，阿里巴巴都是的啊，阿里巴巴。OK，好，到第三个年代了啊，智能手机的普及啊，Netscape 啊，现在都忘了啊，Netscape，OK，Amazon 啊，都是互联网年代哈，eBay 啊，有没有人记得 eBay 对吧？Verizon 啊，OK，好。by the way 啊，互联网的出现，AT&T 就没有了，对不对？或者是这个衰落了啊，那个 PC 年代的出现，那个打字机就没有了。When 曾经有个电脑叫 When 皇室电脑就走下坡了，对不对？好了，到智能手机的普及化之后，Apple 出来之后，当然 Apple 又是一个几百倍的股票了，对吧？Apple 啦，除了 Apple 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那个智能手机的年代啊？那这里没有人讲 Netflix 啊，我觉得 Netflix 也是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之后，我个人还觉得是 Facebook 也在这个年代啊，Facebook 是。这个用电脑看 Facebook 还少，用手机现在谁都在蹭车子啊，在哪里看 Facebook 看 WhatsApp 看 IG，对不对？所以Facebook 我觉得反而是个智能手机年代出来的一个10倍以上的股票，对吧？所以大家看到HTC 了，大家看到每一个年代的出现。都会出现还有小米了都会出现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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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10倍或以上的股票，对不对？现在再去买 IBM 能不能good luck 现在再去买雅虎或者是这个互联网年代是不是过掉了？过掉了这个就不要再买了但是呢，现在就要买 AI 的年代出来的机会了，听得明白吗？是不是同不同意？OK 那我觉得AI 这样东西它的那个影响要比这个 PC 个人电脑要更大。我基本上是要这样来形容的我们很早以前我们处于这个农业社会，对吧？在农业社会里面，我们要靠什么来吃饭？靠这个体力劳动，对不对？要种田种了田之后，我们要的是体力，对吧？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国家打仗要体力打仗为什么抢田地抢地方，抢了地方来种田是不是所以那个时候要的地方来种田，所以古代的战争都是要抢地方，抢了地方之后还要抢奴隶slave 抢奴隶抢那个奴隶来造金字塔啦，造什么东西啦，对吧？都是招奴隶后来呢，工业革命出现了，对吧？工业革命出现之后，我们用的是化石能源蒸汽蒸汽烧煤有蒸汽，然后有石油。然后后来有电气化电，对吧？3次不同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这个种田靠那个劳动力就不需要了，对不对？但是呢要操作机械，操作机械的工人出来了，所以是对我们整体的社会和经济是出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所以呢，一下子有规模大规模的生产了。以前是本地的小农经济手工业，后来是一个工厂大规模生产了之后，要做全球贸易了。OK，所以在那个时候，最大的大不列颠这个帝国大英帝国它不要当然它的土地也很多，但它不是要土地，而是要做贸易。所以基本上大英帝国是个贸易的国家贸易的帝国，对吧？不像蒙古人的时候抢的是要田地来牧羊或者以前其他的罗马帝国是要抢地方，所以大英帝国的时候叫贸易第3次的革命叫信息年代了信息化的革命了所以是互联网的。OK，那现在这个 AI 出现之后影响在哪里工业革命是用了机械，不需要我们的体力。OK， 大家帮我写下来，这个很重要。工业革命是用机械来替代了我们的人的体力，人的体力怎么能跟机器去比，对不对？所以呢，
机械的出现之后，牛不用耕田了。牛啊，现在我们香港的牛都是在睡觉的啊，牛不用耕田了。这个很多的这个樵夫没有了啊，拉黄包车的没有了啊，当这个樵子的没有了，我们都是汽车了，对不对？因为汽车你怎么跟那个 bus 去比？你怎么跟那个火车去比？对吧？好了，人工智能的出现啊，是替代了我们用脑子。人工智能的出现是替代了我们用脑子，我们用脑子学习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学来的20年的东西，人工智能在1秒钟就搞定了，对吧？这幅图啊，是我在星期五晚上的 GMT 里面用到的啊。当时呢，我在准备这张 PPT 的时候，我有一位同学啊，这个 GMT 同学是画画的，我说，哎，你能不能帮我画一个这个我上面那个主题的那个画，你帮我画一下。结果画不出来，这个比较难啊，比较抽象，对不对？结果我用了人工智能，1秒钟给了我好多好多好多的选择，好多的选择啊！不满意的话，点一下我要那个variation 再来，又给了我好多选择。我不满意，再点一下，再有好多选择，马上可以做到我满意为止。所以你想象一下，就算一个画家配合的很好，不可能1秒钟就给我4个改变的variety 的版本，对不对？所以这个还是我这个不懂啊。你要懂得怎么去跟 AI 互动的话，你可以叫它用水彩的方法画出来，你可以叫它用一个广角镜的或者 telescope 远距离镜头的那个 effect 效应弄出来，或者是科幻一点的，或者是素材一点的，有很多可以玩的所以1秒钟搞定，对吧？所以呢，我看到哇，我们练了一辈子的画，人工智能1秒钟搞定了。我们练了一辈子的练写字，不用写了，对吧？写文章这个写文章，我们请一个秘书来帮我们写文章，现在 ChatGPT 搞定了。OK，那编程序它可以编得很快，对吧？还有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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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包括律师啦，警察啦，警察以后破案就不要人工去破了问几个问题，他就可以给你可能搞定了所以安全检查啦，背后都用到人工智能。在中国大陆这个整个城市的安全啦、消防啦、交通啦等等驾驶啦，都在人工智能取代所以如果你有下一代的话你想一想下一代念什么好好多的工作都会被人工智能去取代掉如果你现在还在念书的话，也想一想那好了，作为专业人士，工作可能会消失掉，对吧？除非你是非常资深的senior 非常经验丰富的，那你可能是应用人工智能就你就不要 junior staff 了，不要这个年轻的小助手了你用了人工智能之后，或者你请一个人帮你输入人工智能如果你年纪大了不懂怎么用人工智能，但是请一个人帮你输入，马上就可以得到，你最后就选择了我要这个或者再做一次，这个成本会低很多。OK， 还有呢，效应effectiveness 效应赚钱的能力也会能提升，因为现在推广性、销售性、文档什么都可以1秒钟之内写出来，设计一个商标设计一个什么东西都可以很快做出来，对吧？所以公司赚钱会赚的越来越多，所以你要做了是个公司的股票的股民的话，公司赚了钱，那个这个你的股票也会涨上去所以我觉得你懂得怎么去投资的话，你会越来越有钱你要不懂得投资的话，靠传统的我是工程师，我是一个画家，我是一个专业什么人士，你想一想，人工智能能不能取代你？如果能够取代你的话，以后这个工作就会消失掉这个
不可避免的，对吧？就像这个车子的出现，那个抬桥子的啊，或者是拉黄包车的那些人就没有工作了啊，这肯定的啊。那个牛也不用耕田了，这个肯定的，对吧？所以呢，我们啊作为一个专业的人士，这个工作啊很快很快就会被人工智能取代掉啊。所以呢，有哪些工作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当然我有我的想法，对吧？哪些工作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掉，甚至更好的，我们是用人工智能能够利用上人工智能的，这样的话，我们的成本降低，我们的赚的钱会增加啊，所以这是更加两极分化的啊。OK，那好了，我们就看一下啊，人工智能到底带来在股票方面有什么影响啊？在这里呢，我讲几点啊。第一点啊，所有这些股票，我马上讲的股票，不是我推荐就去买啊，大家要做独立的这个分析，好吧？做独立的分析。OK，第二个呢，大家要小心，就是肯定啊，作为一个概念。短期内会被炒上去，炒上去之后一定也会有调整啊，所以炒上去调整，如果你是短线的投资的话，或者投机的话，那这个波动会蛮大的啊，大家要学会技术指标，自己看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所以这个每天都会变的，你要学会像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一些技术指标啊，当然我有课堂可以教大家，对不对？但你学不学或者在哪里学，这是你的自由啊。OK，那所以我在这里只是告诉大家注意，就算一个好的公司，它可能会很波动，有可能会超买，有可能会超卖。所以这也是机会，你看得懂的话也是机会，好吧？OK，那我现在讲的这些呢，我觉得是对它的一个业务有什么影响，所以从经营的业务那里来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啊，不是说这个股票可以买或者不可以买，好吧？OK，那好了。第一个呢，有这个洪大哥也问到了股票这 Google 的股票要逃吗？对 AI 对它的影响很大哦，对吧？我们能看到，这个 Paul 写的那个说basically Google 已经完蛋了，两年之后就完蛋了因为呢，ChatGPT 有了 ChatGPT 这么完整的回答之后，谁还会去谷歌那里 search 打个关键词进去 search Google 一下？以后不是谷歌一下了，以后是 ChatGPT 一下了。虽然这个名字好像有点巧口这个绕口绕口我觉得做品牌的可以想一想，Google 一下好像很顺口，对不对？那个绕口ChatGPT 但是以后如果人家都不问 Google 了，就像我们以前是去雅虎问的，现在都不去雅虎问了，对吧？去 Google 问了那以后如果人家不去Google 的话，那 Google 就完蛋了，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呢，Google 在人工智能方面是最领先的其中一家公司如果if not the 如果不是唯一最领先的，它也是最领先的其中一家。OK，那它为什么没有推出 ChatGPT 这样的产品呢？因为它如果推出的话，它是把自己的广告业务自相残杀cannibalize 自己吃掉了。OK，所以它一直没有推出 ChatGPT 这样的产品。我个人觉得它是完全有这个科技能力，随时可以推出的只是它没有推出，因为推出之后以后的广告就少了。我们去 Google 的时候很慢，下面可以给你推荐Google 广告商做广告的排名排在那里的，对不对？这是谷歌的商业模式那好了，那微软为什么要投资 ChatGPT 呢？一会儿我们讲到这就是战略的问题所以现在有了 ChatGPT 的出现之后，我个人觉得是它打开了这道门之后，Google 有能力有同样的技术，甚至更厉害的技术，会推出谷歌本身的一个业务其实它名字都已经有了，叫 Apprentice 什么
巴特啊，这 Apprentice But 啊，这个学徒巴德啊，这个中文叫学徒巴德啊，他也另外投资了另外一家公司叫 Anthropic 啊，另外一家公司叫 Anthropic，所以其实大家看到这个竞争已经是开始了，好吧 ？OK， 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啊，是不是 Google 完蛋了？不一定，我们还要看很多很多的东西。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有能力的啊，但是他现有的商业模式需要改变了，因为有了 ChatGPT 也好，有了他自己的这个学徒巴德也好，或者以后其他的也好，他这个广告可能要用另外一个模式来赚钱了。OK，那我们看到这个Google 啊，如果大家有这个用回我们的技术指标的分析的话，它最近也是超买了 RSI 超过70了，所以最近也有一个调整啊。再说我刚才也讲过，它的那个业绩报告出来之后，我是感觉不太好啊，所以呢几个加在一起，它有个调整。OK，那但是我觉得AI 来说，在 AI 的那个现在的冲击来说啊，它可能有危有机，不知道有危和有机啊。但是它现在这么大的一个 valuation 啊，这么高的一个价格啊，大家还是比较谨慎一点好一点，因为它真的是变成另外一个 AT&T 啊。我们刚才讲过 AT&T 的例子，对不对啊？这个移动通信开始了之后。这个长途电话就没人打了 ，AT&T 就不需要了，对不对 ？OK， 好，那我们看一下挑战它的 Microsoft 为什么会去投资这么多的钱，去投资 OpenAI 呢？第一个这个 Microsoft 钱很多，这是肯定的啊。第二个，ChatGPT 是可以可能是颠覆 Google 的最赚钱的业务。那如果把 Google 最赚钱的业务那个饭碗砸烂了 ，OK 打烂了，那 Microsoft 就开心了，对吧？这个是两个巨头，两个垄断的巨头，不同时代的巨头在角力在对抗角力啊。我们刚才有讲过，在 PC 年代最垄断、最赚钱的就是 Microsoft，对不对？在 PC 年代从 DOS 开始到 Windows 上面的那个 Office 给 Microsoft 赚了暴利后来呢，它是 miss 了这个谷歌年代它是错过掉了，所以互联网年代最终是给谷歌这个霸占了谷歌是互联网年代的大赢家。OK， 谷歌做了大赢家之后，它也要来颠覆 Microsoft， 使到你没有能力、没有资金、没有钱来跟我继续这个竞争抢下一代，对不对？所以呢，Google 也有Google 这个Google 的 Worksheet 啦，Google 的 Document 啦，都是免费的Microsoft 卖了很贵的，它都是免费的。OK， 所以这一下子其实也是抢了 Microsoft 的一些业务了当然还有很多人在用 Office。OK， 那好了，所以现在 Microsoft 这个错过了Internet 的 Search Engine 曾经有过。但是后来 Microsoft 没人用，它是完全错过掉了。OK， 所以他现在看到，如果用了 ChatGPT， 能够连接上它的 Office 的软件或者其他的软件 ，Microsoft 是完全有后面的整套软件，不同的软件的系统来，第一个挑战 Google， 第二个这个后面可以 monetize 变现的一个所以 Microsoft，我觉得现在它的股价只是反映了它的以前的 Windows Office， 还有它的当然现在已经全部是云端来计算的，所谓叫 Enterprise Solution 再加上它的最新的那个 Cloud Azure 它的 Cloud 业务也不断在成长。做到了第二所以呢，它现在的 valuation 是反映了这两块。那如果 ChatGPT 它有投资的 OpenAI 没上市但是这个 OpenAI 如果上市的话，它肯定也有钱赚了第二个它有没有机会把这个 ChatGPT 的那些功能用到 Microsoft 里面挑战谷歌呢？我觉得有很大的机会。所以这两大巨头最终鹿死谁手
我觉得有一个很精彩的、很激烈的一个竞赛会发生。OK，那好了，还有一个比较小的公司，大家可能没听过的，就是 C3.ai C3.ai，它的那个代码，这个股票号码就 AI 股票号码就 AI，所以我在这里写 AI 有个括号 C3.ai，就大家不要看错掉，以为这是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缩写其实它是一个C3.ai 的一个股票号码叫 AI，OK，它也有推出人工智能的产品，当然不是 ChatGPT，但是大家看到在短短的1个月内，它的股价从9块钱炒到了25块，所以这个 AI 的使到现在的股民很热衷短短1个月3倍对不对9块到27块就是涨了2倍，变成3倍所以呢，真的是我就说了，在风口里的猪都能飞上去所以这个公司当然现在是严重的超买了它的 RSI 到了86点几了那但是你看到最后的那个炒上去的动力很足的 OK， 好那我们看了这些AI 的公司之后呢，我们看一些有什么公司，我们刚才也讲到了，用了 AI 之后可以使到它的这个生意可能盈利会增加的那 Netflix 呢一直有用 AI 以前怎么用 AI 呢？它是用 AI 来推算我们想看什么戏，它其中一个成功的因素相对其他的 HBO 或者是Disney Plus 曾经它的那个竞争的优势就是它知道我们想看什么戏来推送给那些viewers 那些观众，使到 viewers这个刚看完刚想走，看到下面又有一个再看一下，看完之后刚想走，又看到了有一个很有兴趣的就算今天不看，明天一下班又回去看，所以 Netflix这个使到它更长时间的得到了人家的眼球或者 attention 这个在 Netflix 上面花的时间点这是他以前用的 AI， 所以他一直有用 AI那现在呢Netflix Netflix 其实它最大的成本是花在拍摄它自己的内容比如说 Netflix 有很多的 documentaries或者是有很多的制作的内容的一些影片不错做的不错。那我觉得呢，他用了 AI 之后第一个更能够知道顾客的口味、观众的口味，使到他更能够推算出来大家想看什么东西。哪些片他看了多一点了，哪些片看的时间长一点了他都能计算所以这个是他应用 AI 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第二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AI 可以大大的缩短它的制作的时间点。比如说我要这个做一些Google 这不是 Google 做一些research 关于比如说我要拍一个关于谁关于拜登的documentary， 举个例子我要拍一个特朗普的那个 documentary， 对吧？那做这些 background research 以前是人做的，现在有可能很快就能够这个人工智能做第一份的那个 research 最终那个人可能看一看，做最后的 final proof 就可以了，所以它以后制作的时间点各种方面会更方便。第三个有很多的 animation 既然画一张图都可以1秒钟画出来，对不对？它要那些动画、漫画、动画其实就是很多很多张图加在一起，所以用人工智能来制作整套的动画片的话那个成本要比人要简单好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本的降低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以后 Netflix 突然之间成本降低了，钱赚多了所以当然这个钱赚多了跟股价也有点关系的 OK。那好了，还有呢，就是在游戏的设计方面这个包括游戏公司，比如说腾讯NetEase，或者是新加坡的 Sea
或者是其实有好多的游戏公司的包括小米都有游戏那游戏的开发商有可能把这些 AI 的制作也变成了它的这个开发工具的之一所以呢，我用了一个 Unity 来做个代表作为一个这个人工智能制作游戏的一个代表可以利用 AI 来更快的使到那些游戏可以设计完可以推出赚钱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应用点，好吧？OK 当然了，所有的应用都要用大量的计算那在这里呢，NVIDIA 有绝对的优势相对来说这个在 chips 在整个 AI 的应用里面，它的那个成本是算的钱是很少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NVIDIA 那个在 hardware 里面，它对Intel AMD 的领先的优势还是有很大的。OK，那好了，还有一个公司呢或者还有一类的公司呢，也是用 AI 来分析大数据来分析大数据，所以不光是这个 BBAI 当然这个 BBAI 它标榜的就是 AI除了 BBAI 之外，还有好多好多的，比如说 Plenty 这种，都是用这个 AI 来做一些数据的分析。OK 包括中国的阿里巴巴都有背后的那个数据的分析所以呢这一方面也是可以考虑到这个你看这个就算这个应用的一个公司，也是短期内从不到1块钱涨到5块钱一个月内涨了5倍只是用 AI 来做这个分析那当然是炒过头了，对不对？当然这个，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威力，一旦炒起来的话，是很快可以炒上去的那应用方面我还能想到，比如说众安众安的用互联网的来卖这个保险，对吧？背后它也可以用 AI 来更精准的计算一个承保的一个成本这个我要收这个保单，这个人的这个历史背景等等等等，更精准的，而且是更快的能计算出来他的这个可能要赔的钱是多少。那现在我这个单子有多少钱什么报价报了更精准一点，有可能会抢单子抢的多一点，好吧？这都是不同的应用。OK，那好了，讲完谷歌之后呢，回到中国的话中国的话呢，百度我觉得是中国的 Google 它好多好多东西都是跟 Google有点很相似的那这个很明显了，Google 进不了中国大陆市场那中国大陆也是个很大的市场，那百度就是看着谷歌来做产品，所以呢，百度这一次也会在短期内有 ChatGPT 的产品的出现所以我们要比较一下刚才的那个 Google 的那个valuation它的 price to book当然谷歌它现在正好是从 PE 来算要比百度要低，因为百度正好是前2年中国的那个经济不太好，它的广告业务是跌了好多但是百度作为无人驾驶这个智能驾驶，包括的人工智能，都是在中国是比较领先的所以呢如果大家要想看这个谷歌的中国版本的话百度我觉得是也是一个在中国的人工智能方面有很多的，包括它有数据可以去做人工智能的一个算法因为人工智能不光是这个开发怎么样，你要有数据使到那个机械人那个 AI可以学得更多、更准、更快。那百度本来就是有很多的人家的 search， 人家去search 的一些资料行为在里面，所以它有很多的数据可以获益得益。OK， 那当然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叫 AI AAS as a service AI AAS， 那这个是什么概念呢？比如说大公司百度自己开发，阿里巴巴自己开发，对吧？刚才我们所说的可能众安自己开发，但是一些小的公司自己开发的话，第一没这个能力，没这个知识点，也可能没有这个财力去招募。
也不值得花这么多钱去开发一个自身的人工智能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可能我要计算也不是24小时要计算的，每天24小时要计算，对吧？我可能只是偶然要计算一下，计算完就不用了。那我有这个硬件 hardware，或者我要投放这个人力资源啊资本去开发这个软件都不值得啊，所以这些公司会怎么样呢？会找一些 AI AAS 的公司啊，找他们，你给我这个平台云计算，我给你数据，你计算之后问我收钱啊，所以这个就叫 AI AAS 啊，这方面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潜在的市场啊，我觉得最大的市场可能是在把人工智能普及化这个市场里面啊，所以商汤是个 AI AAS 啊，把它的算力、算法还有它的硬件平台啊出租给人家收钱的啊，所以这个呢，最近也涨了不少啊，也涨了不少，但是相对之前它的高位来说，还是跌了好多的啊，所以这个也可以，我觉得也可以是留意一下的啊。当然，这个刚才讲过了啊，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还要这个选股布局嘛，都要看的啊。那个起飞的行业 AI 绝对是啊，个别的股票大家要做研究啊，做了研究之后还要看什么价格、什么时间点做买入或者卖出啊，所以整体要学的 ，OK 啊，不学的话啊，这个没有免费的午餐的 ，OK。好那还有一个应用的方面呢，我觉得美图不是美团，美图啊，美图呢也是其中一个应用 AI 的。你看美图不断在亏损，但是不断在亏损，在这3到4个月内也涨了多少？涨了两倍啊！所以大家这机会真的是很多，对不对啊？那除了美图当然知道了，拍个照把你美容啦，把你变漂亮啦，对不对？那以后还有更多的配合上人工智能做图啊，3倍涨了3倍啊，美图在最近涨了3倍啊，所以呢，这个都是它还在亏本啊，但是也大家可以看到，有时候一个风口里面的猪也可以飞起来，美图就是其中一个啊。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好多的，比如说这个小米有小爱同学，小爱同学其实就是一个回答你的，小爱同学你跟他用声音来讲的啊，不用打字的，他就会帮你这个是很初步的但是之后发展到之后，他可能回答你这个我个人有用过小爱同学我觉得他好烦的当然这是几年前的，但是我觉得以后也是一个更加人性化的一个 Chat GPT 所以在这里真的是机会很多很多，好吧 ？OK，我个人觉得呢AI 肯定有虚火，肯定有炒过头的时候，肯定有这个调整所以先要讲风险但是我也觉得呢，在这里起码有好几个会以后是10倍以上的股票所以就这样 OK。好，那我们来试一下有一个网友问，他说呢，比较想要知道如何可以每个月投1000块钱有14% 的回报。那我就找了一个同学帮我来问一下 ChatGPT， 香港用不到嘛，对不对？结果呢，他就回答了，我觉得回答了之后，大家可以给个意见你觉得这个回答有没有价值有没有价值 ？OK， 他说这种情况很可能是针对投资基金或者股票的回报率预测，但是这种预测是不可靠的。投资有风险，不保证回报。如果你想获得14% 的回报，建议你寻求专业的投资资讯这个是ChatGPT 的一个回答。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有没有价值你看我们看一下大家的回答 OK 我喝口茶给大家时间有没有价值有价值 OK OK 那不如这样好吧
感谢大家刚才给我的参与啊意见啊。那不如这样，我在这里来问大家两个问题啊，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区给我两个打一下，好吧？第一个呢，你觉得ChatGPT 的回答好呢，还是你想以后网友的问题是听我的想法啊？这个可以给我一个意见。如果是不想听我的想法的话呢，我以后就在 ChatGPT 去问多点，回答大家啊。有时候我回答大家会太直接啦，伤害大家的这个感情啦，等等等等啊。那 ChatGPT 我觉得回答的这么好 ，OK。好，第二个呢是大家有没有到现在为止啊有没有收到价值？因为今天我也想得到一些回馈的意见啊，就是大家觉得有价值吗？如果有价值的话啊，欢迎大家呢或者邀请大家呢把今天的这个直播啊分享到你的那个 Facebook。或者分享到其他群组，或者分享到你的其他的地方，好吧？也欢迎大家，当然在这个把 YouTube 的 link 分享出去不同群组啊，给我一点鼓励，好吧？有时候我看到，哎呀，这么少的人来观看，好像有浪费掉的我的心血，好吧 ？OK。所以麻烦大家做一下这个by the way， 这左边那张图也是我昨天晚上做的啊，我写了哆啦 A 梦 Disney， 他就给了我可能是版权的问题啊，我就写了哆啦 A 梦 Disney， 结果就出来了这一个图 ，OK， 我觉得蛮 cute 的 ，OK， 好。那所以呢，刚才有人说要听我的意见啊，那我就不给大家一些很婉转的感觉良好的意见啊。我觉得这些同学这些网友问的投资重要性，可不可以介绍什么投资？投资自己的脑袋最好看好什么股票？看好什么股票？你真的有兴趣的话，我们 GNT 里面有好多好多好多股票，但是先要学习。要不然的话，就我经常讲个比喻我给你一个跑车，你不懂开车的，你会出意外我给你一个好的股票，但我保证你没有学过股票的话，基本上会输钱的。那干嘛要去输钱，对不对不要输钱了你虽然是你的钱，但是我觉得不要你去输钱，先学好了之后，人家输的钱就是你赚来的，是不是你们输的钱就是人家会的人赚的钱。我在股票市场里面赚这么多钱，就是其中我教的就是看散户怎么自割韭菜，他们不要的钱放到我的口袋里来所以中概股我有很多很多，10倍股我有很多很多，但是都是一样，你要先学习，没有学习的话都会输钱的，好吧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知道我在买什么股票的话，我们每一次的 GNT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研究，很多很多的，而且是深度研究给大家做参考但是就算你进入了 GMP， 我是告诉大家先学习，学好了再看看我们做的深度研究，作为一个参考，而不是听了一个号码就去买。因为你听了一个号码就去买，就算那个号码是好的，你也会出钱。OK。所以呢，你看到GMT 同学都是这个价值满满，收到很多价值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场观众有什么问题我的队友会给我几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也在YouTube 里面这个或者是 Facebook 的那个留言区里面给大家讲一下，好吧 ？OK。老师，为什么马股总是没有升的趋势3年了？OK，by the way大家如果想跟我继续学习的话，欢迎其中一个方式来学习有免费的，有一点点钱的，有跟我一起来学习的，很认真来学习的。OK，好，我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比喻好不好？如果有一个人就是我们世界上有不同的人，对吧？有些是奥运的冠军，有些是在公园里面的 uncle uncle OK，每次去跑步，你觉得那个 uncle 跑了3年了都没赢，他第4年会不会赢呢？是不是？OK，就这样，对吧？我给大家一个亲身的例子我是1987年第一次去泰国旅游，
我一到泰国，我觉得泰国肯定以后会富有啦。你看他们的这个水果这么多，他们的这个太阳这么好啊，所有的食物这么多，农田里面又有这个 shrimp 啦，又有这个crocodile 啦，又有果实了，又有花啦，这么多，而且他们的人很勤力哦。给我做那个泰式按摩的时候1分钟都没偷懒哦，好勤力哦。哇，又有这个 entertainment 那个跳舞的这个娱乐的好多啊。我觉得泰国以后肯定会发达啦。结果97年回去的时候，亚洲金融风暴，泰国又是穷得不得了。到了07年的时候回去，正好是红色的、黄色的在那里闹了之后，我飞机都差不点飞不走。07年还是穷得要命的，到现在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泰国的人在这里得罪了，不好意思，对吧？给大家看到就是一个国家这个有没有经济的发展，是跟他当地的政治体制、文化、人民、制度，还有它的市场大和小有关系的所以不是偶然的，对吧？所以我们要投的话，当然要全世界去找机会。那全世界我们去找机会的话，当然要找一个我们觉得更加容易找到10倍股的，更加容易涨上去的股票，明白吗？所以如果大家是世界杯来当然不要赌博我举个例子，大家赌世界杯哪一队会下一届4年之后的世界杯会哪一届拿冠军的，大家会不会去买马来西亚队啊？应该不会，对不对？大家可能投的话会投可能阿根廷啦，或者是法国啦，或者是那些赢过赢过冠军的队伍了，对不对？听得明白这一点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种种原因不是一个有很多的跨国企业出现的一个地方，好吧？所以马来西亚同学，我们 GMT 里面好多马来西亚同学进来之后，他们觉得其中一个最好的一个好处就是眼界开了不再投马来西亚股票了，赚了好多钱了马来西亚同学可以给我一个testimonial 吗？对不对？是不是我讲的对不对过去3年我一直有讲就是大家觉得离开了马来西亚是不是其中一个好处就是真的是眼界广了OK， 好，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利空消息不断，欧洲美股却不断飙升。OK，那这样利空利好都是主观的情绪。OK，所以只能说我要客观的来说只能说你是一个现在看空的投资者，所以你主观的意愿是希望股票在跌所以呢，你只留意到利空消息不断，为什么还在涨呢？我科学化的告诉你，因为利好的消息更多，只是呢，因为我们有了确认性的偏差 （confirmative bias），所以你看出来，哇，这么多利空的消息，为什么还在涨？对不对？所以一个修炼就是要能够把自己的意见放下去年我是讲了好多这个好多的利空的消息，对吧？这个不好了，那个不好了，去年我都讲对的都讲对，不是讲错但是我及时的把我自己的观点改变了。1个月前已经讲了，对不对？1个月前已经讲了，上个礼拜也讲了，对不对？基本上我在如果说中概股和港股的话，是去年11月就看好了，10月份只能说跌了太低了，应该要反弹了，现在是绝对悲观的时候了，是买股票的时候了，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反弹。11月我就开始说了，牛一来了 ，OK。到了今年1月份的时候，我就说美股也开始转势了美股刚开始还转得很慢对吧？我记得1月6号的时候我有讲过德国的股票不错，但是美股也在转势了然后上一个礼拜我也讲过美股又所以我们要放下自己的立场所以我如果要猜的话，陈富国网友你是因为在看空
所以你就好像不服气，明明是应该空的，明明应该跌的，对不对？啊，有更多利好的消息你就看不到了，好吧？OK，啊，所以我们要修炼啊。OK，好，还有没有呢？At first hesitate whether to join GMT. After join, hate myself cause should join earlier so won't lose so much money 啊。Kevin 同学已经是我们的参加了1年多了，对吧？Kevin 同学成绩也是非常好的啊，恭喜恭喜啊！进来了之后反败为胜了啊！新加坡股票可以投吗？哎，刚才我讲过了，新加坡的股票市场呢，刚开始的时候我讲过了啊，港股为什么会升的那么厉害？可以告诉我吗？哎，之前有讲过好几次了。基本上第一个是因为之前跌了太多，第二个是因为整体来说，中国最差的经济的时间点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一个复苏的一个时间点了啊，所以呢，股票很便宜，再加上经济是最差的过了，往以后看起来都是复苏的啊，所以这个加在一起啊，就是这个我11月看好就开始看好港股的，当然现在已经涨了很长时间了好长时间是超买了肯定会有个调整的，好吧？OK，好，所以这个这位 Summer Manlingding同学选股不许加财富经常脚上加4两拨千斤，安心长期超级盈利，哇，太厉害了！遇到奇葩版向他学习是我的福分缘分，感恩谢谢啊，谢谢你的鼓励，谢谢你的 testimonial。所以大家选择3选1，选择一个方法跟我来一起学习不是跟我来学习，跟我来一起学习，因为真的今年的机会是很多很多的，好多人真的是进来之后好开心好开心，去年前年进来的都好开心OK，就这样因为在股票市场里面输冤枉钱或者错失了机会，这叫机会成本也太冤枉了，不值得，好吧？OK，好那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事业有成，金钱丰满还有智慧有成长，人生5行样样都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